好，讲到加拿大，必须要来讲的是，加拿大呢本来预期说应该从3月4号开始要被加全面性的25%关税，突然之间 hold 住了，也确实啊，美国商务部长前几天不是告诉你了吗？可能还有一些可能是汇率上面的转机啊，或者什么，马上就说啦，川普现在对于美墨加协定进口的汽车，强调是汽车，提供1个月的关税缓冲期，最主要还是因为当他说要3月4号上路的时候。那个北美的那些汽车业者整个跳脚啦，所以呢，现在也要给他自己国内的这一些汽车业者一点点缓冲期，现在又给了1个月的豁免，算是第2次的延后让步了。而且呢，他在昨天的国会演说当中，几乎是开地图炮。你来看看，包括了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许多国家都跟我们课很高关税，不公平，我要对等关税。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他有言，有一些他没言，到底玩真的玩假的，大家就会对你打一个问号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加拿大现在的讲法就是，只要你对我有课，你对我有出手，我就绝对不会让步，拒绝取消全套报复性关税，不然你也不要，我也不要，大家都不出手。而且呢，他们的外长还直接讲了，你们其实很多时候能源是靠我们我们要把这个油气出口作为关税谈判筹码。我也想看看嘛，你们很多人电力各州都是跟我们绑在一起的，如果我真的出手，你觉得你的那一些国民有办法放过你吗？川普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在加墨，也就是他的邻国来进行出手，中方要再次出手，原因是因为3月呢虽然再加了10%，但现在进一步要瞄准的是造船业，据说啦已经被吐了行政命令18项措施，包括了只要是到美国的陆制船舶或者是起重机，有没有今天讲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做的起重机，又或者呢是这个航运产业的人工的薪资等等等，这一些呢他通通都有可能再出手。好，对此谢峰也就是驻美大使，中方驻美大使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看一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人从容。他强调最后损人就会害己。彭博社其实讲法差不多啦，贸易战如果升级的话呢，有可能他会撤销这个最惠国待遇，也就是先前其实在拜登任内他们有讨论过这么一件事情，但有可能川普会真的出手。但如果真的出手的话，中方现在呢其实是有一套反制的既定流程的，那打来打去到底谁能够站在场上撑到最后，这个真的还很难讲。对于美方来说呢，这个莫迪不是已经去了吗？印度莫迪去了，那个时候呢，就有彼此之间在谈一些事情嘛。美国他就要推零关税进口车进入印度，希望让特斯拉去抢当地大概是400万台的销量市场。本来时候那个就讲得还不错啊，可是当时莫迪去谈了一些内容，他的想法是拜托不要对我实施对等关税，但目前看起来川普是会打破印度的期望，原因是因为呢磋商归磋商啦，现在呢有可能川普还是会对他加征关税，那对于印度来说，莫迪来说，他可能心里头就有点不是滋味了。对此呢，印度他们现在其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想法是美中看起来贸易战关税战打定了，那所以呢，这个苏杰生，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儿子本身也在智库工作，那他就特别强调啦，那他们的目标呢，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原因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障碍，他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呢。对于印度来讲，现在他们的经济体呢也会一直在往上涨。那美国跟中国叫 G2 嘛，他觉得到2030年。印度有可能可以变成 G3， 变成其中的一个强权，而且呢，他觉得可以跟美中一起分庭抗礼。当然，他是就人口或者是这一方面的这个想法，因为 GDP 来说，它的排名还是在德国、日本后面啊。那他觉得那个不会有差很多，他能够拼得过去。但是真的有可能吗？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国内的经济以及国内的人对他的看法。在美墨加这一边，他就是先针对汽车提供1个月的关税缓冲期了。就苑老师刚刚讲的，他就是乱七八糟嘛。你知道为什么会给1个月缓冲期吗？他发现他打到的都是美国公司自己的人，北美汽车工业很生气。然后那个有3大公司啊，通用、史特兰迪斯还有福特，都是自己的公司啊。那人家昨天也在讲说那个，你说加拿大是因为芬太尼
有非法进入，结果只有1%，都是墨西哥啊。连那个，我说那个记者会，人家在问，都说你1%就要对加拿大动手，我根本就认为他是乱了套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他好像回应的也是有点懒散啊？主任林健是把态度讲出来，而且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讲同一个调，说不管你是搞关税战、贸易战或者什么战，中方奉陪到底，对，就是绝对不让啦。那你来是不是？那他就出招啊。那中方出招，那个动作数量不大，可是都是打到你的选民。加拿大也是一样，这表示加拿大跟中方对美国都很了解，对，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中国那个反制的对象都是农民啊，有15%的，有10%的，对，通通都是川普的选民啊。因为农业这种东西就是人多嘛，而且农业这种东西，你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那农民要修正会比较累了。因为他要准备种子啊，那个量到底要准备多大？这会有调整上的困难。事实上，美国在2016啊，本来在中国的大豆市场是占40%，那现在只有21%，对，那还要继续减吗？现在就变成这样。我就看中国大陆大豆还是这样给你课税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有点乱了，就是不知道川普要干什么。可是呢，因为对等关税，很多国家的税率要拿捏，那要有一个最适量嘛，他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数字是最适合的，所以他这个就很麻烦，他等于就是都是 try and error， 然后那边调来调去，是他要修正结果现在导致了美国联储没有办法做决策，因为川普的关税战变成最大的变数，那他没有办法去估通膨会怎么走。所以，可是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对等关税，你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对中国征多少税。他现在已经征到加了2次嘛，2次，那本来平均关税就有14.5，现在已经是34.5了。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2个月，那沃尔玛还是不得不继续买中国的东西，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市场决定的，不是关税能够决定的，那就加在人民身上了。对。或者是大家均摊，就进口商你也摊一点，大家一起摊因为他买不到啊，或者是性价比，或者这么大的量，他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啊。你以为供应链这么容易建立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问题，你是越争就越来越出现它的本质了。所以川普接下来就说，那你大陆做的船我也要给你课税。对呀，这一招以前没用过啊，不是课税。结果那个丹麦那家公司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因为它有很多船是中国做的，这是第一次用啊。那已经有很多造船业跟运货商都说，这个到最后还是追加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对。那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川普为什么不断的在动关税战？他跟我讲真正的原因，我突然听懂了，因为美国有财政上的困难，那美国政府可以立即拿到关税，可以让它有收比，因为这种 cash flow 有关就对了，是不是？这个都是规费嘛，这个会进美国政府的口袋啊，它的 income 就好看多了，也不是好看，它好用，对，也好看，也好看，是吧？因为它的财政都已经卡住了，那它关税都是现钞啊，可是美国政府很热啊，倒大霉的就是进口商跟老百姓就是这样啊，这个到底会玩到什么时候？我真的一定是玩到老百姓受不了了，让他终于听到了，那就开始调整。OK， 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怎么看？对啊，饮鸩止渴总是止不了渴的，很简单一件事啊。这个现在川普的性格，全世界大家开始从摸索啊，到现在慢慢大概好像有点抓到他的 tempo， 再慢慢抓到。那你可以注意到，不管他内心有什么想法，他最大的特点，他想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让社会去听得懂。这一听懂了之后，能不能做到多少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说他是民粹也可以。那同时他享受的一个东西
请各位注意，有哪一个美国总统，有哪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领袖像他一样天天上世界新闻？头版头，你是谁？这只有他一个，他在这里非常 enjoy 啊，你不觉得吗？他在这里非常的满足啊，他那种满足感胜过一切啊。他每天大概最大的痛苦说：今天怎么没有我的消息？今天怎么没有我的画面？所以在这个画面跟消息的驱使下呢，使得他做了很多脱口而出，然后呢再收回来的事。就刚才我们讲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北美的汽车，就美国本身的汽车厂生产的汽车的零组件都在哪里做的？这墨西哥跟加拿大做的，对，而且是因为是自由贸易，所以他们那个在三国简直是同一个国家里面互通有无的关系。忽然来个两个都收关税，那个美国的生产汽车商说：“死也是我嘞。”就说我本身会死，因为我的零组件是在这两个国家嘛。那同时呢，也有一个问题，叫中国大陆面对了这个从18年开始的贸易战，他就立下了决心，我怎么来防范所有发生的事？因为拜登上台，他们本来有期待，以为会这样，结果没有。那这个时候到了川普跟拜登在争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拜登当选我该怎么办，一套是川普当选我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当你们出手，用拜登的方式出手，用川普的方式出手，我都有所准备。所以各位可以发现，18年一棒打下来是有点懵了。那谈了一次以后就不谈了。那同时这一次呢，一棒打下来，不管怎么打，他的回应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应用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呢，我建议中国的官员少用这些诗词啊。少用这些，老外听不懂啦，我不骗你啦，在翻译也听不懂，感觉不出来啦。讲给你听的嘛。来，请教一下岳老师。好，我这个先强调一下哈，这个川普本身呢，又笨又坏，然后呢，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我稍微补助一下，那个丹麦的那个货柜轮，丹麦最大的 Maersk 因为他关税加了10%啊，又加10%啊，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墨西哥搞了25%啊。我分成3点来讲。第一个的话，他的关税乱想，你知道，反正你自己开的船到美国去揽货很正常事，但只要是中国制造，对，到港口罚300万美元啊。如果是中国自己开来的，又开自己造的船，加150万啊，变成400万。那你是美国不要贸易了？人家你现在讲，你连个日落条款都没有，人家到的每一个船公司他要降低成本，现在70%的货柜轮是大陆制造的，那你叫人家突然来这个信，你美国不要船了啊？那美国自己又造不出来，就大陆造船的能力啊，光军舰是230倍啊，那商船的话上1000倍都不止啊。那美国没有船，那你美国本身是个贸易大国，所以根本就乱来这一套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全世界最了解美国的国家就是加拿大。对，加拿大制裁什么？加拿大制裁 Bourbon 的威士忌啦，然后制成牛仔裤啦，哈雷摩托车啦，那这些都是美国的这种红州的产业啊。那加拿大人讲好1500亿啊，杜鲁道现在整个气势稳得很啊，硬得不得了。我觉得你现在要延期1个月，那我理都不理你啊。那加拿大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团结，据说加拿大的国旗都卖了加85%啊！大家都买加拿大国旗啊，以前都没听过加拿大人国旗什么样子啊。那现在的话呢，哇，杜鲁道这次讲几句话的话非常厉害，而且态度非常硬啊。这种态度我跟你讲，表现在大陆身上，从2018年到现在，除了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以外的话呢，随便你怎么搞，大家已经看准，因为。那个川普这种搞法只会让全世界都团结在中国的旁边，好好对抗这个神经病，你知道吗？啊，就出现这种结果啊！因为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呢，美国因为加拿大带头，然后那个墨西哥的话呢，我要强调，现在上帝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啊，美国离得越来越远了。那这个再加上中国本身来讲都做好这种准备，那现在的话呢，真正感觉到恐怖的是印度啊！印度我说句良心话，今天替印度讲话了。印度人口很多，市场很大，那人家想发展，有在借这个机会，本来是一个好机会嘛。为什么？因为他们承认就是说一个独大，剩下多极的话，我们比较那个
苏杰生的儿子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嘛，就是说我们印度也借这个机会好好发展一下。但是现在的话呢，川普也看到印度的关税对于汽车的关税是有名的，是要求别人高，然后60到100，对吧？60到100是这种情况下，比台湾还高。对，他就是为了保障自己，原来塔塔汽车很有名，都是靠这种保护起来的。好，其实呢，必须要讲，在这关税战来说对不，对他真的是无差别攻击啦。但是他自己呢，其实是强调他爱好和平，我希望停战。好，讲的是什么？是俄乌战。他昨天呢，在国会里头说有重大消息会跟大家如实来公布。如实公布的是，我其实有收到泽伦斯基的求和信哦，强调，吵完架之后，他写信跟我 say sorry 啦，马上乌克兰打脸，什么求和信？你们大家不就也只看到泽伦斯基在社群上面发文说谢谢大家，然后说呢愿意来跟这个川普一起来和谈哦，来找一个和平方案吗？美国现在确实是暂停了跟乌克兰的一个情报共享，泽伦斯基也证实说，其实呢我们私底下现在有在接上线了，我们有在筹备一个会晤，希望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合作，下个星期呢想要看到第一批的成果。但是如果川普他这个暂停情报共享，然后又进阶的，毕竟他现在跟这个 Elon Musk 很好嘛，星链也不给他们用，那就担心啦。不只是民众，可能民用网络没办法，最后呢可能到军事通信，甚至呢是前线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如果要恢复军援，要恢复这些情报共享，白宫国安顾问告诉你有机会哈，可是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有确切想要谈判的决心嘛，你要能够跟我们建立一种信任机制嘛，我们才有可能来帮忙你。但经济学人讲得很直接，你如果越依靠他，没有他你不行的话，你就会他对你越来越恶劣，这讲的很像渣男，你知道吗？超依赖，那越依赖他就会对你越坏。这件事情呢，其实欧洲这一边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他们也知道，但是问题是现实是很骨感，是很残酷的。当马克宏呢跟英国跟乌克兰的领袖都跟川普来展现团结的时候，现在法国总统府他们跳出来否认了，他们的讲法是说呢，他下个星期有可能去访问华府吗？没有的，没有这件事情。而他们认为欧洲必须要独自的来保卫乌克兰，毕竟欧洲还是必须要有自觉性，要必须走自己的路。而波兰这边呢，当然也希望欧洲的这些哥哥们能够硬起来，原因是因为他也在很前沿的地方嘛，而他也看到了，证实了美国的这些物资就在我们这边停住了，所以呢，前线这里如果再没有这一些军援上面往上补充的话，很有可能再撑个1-2个月，乌克兰就撑不下去了。所以呢，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德国现在的讲法是说呢，他们政策要做一些的调整，要超过 GDP 1%的国防支出呢，可以豁免于限制政府举债的债务刹车机制。也就是说呢，他们希望帮乌克兰也提供一点点的军事援助。那至于呢，这个帮助是一回事，但是自己活下来是一回事。本来从2022年战争开打的时候就一直在讲了，我们不要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不要再买它的能源了。什么时候真的不买？你会发现原来他们还在买。传出了2027年之前才会正式的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欧盟已经是第2次宣布延迟了。至于在美国的部分呢，现在也看到川普呢，他现在除了俄乌这边对乌克兰踩得很硬，他其实呢，在加沙走廊这里，他也想要进一步的来调停。川普现在呢说有跟哈马斯来密谈，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也就是呢要赶快释放被押的美国人质，不然的话他们就完蛋了。但是对于中东，昨天有跳出来讲，这一些中东的弟兄们，他们愿意呢帮忙出钱来重建加沙，但是呢，他们也要求这个哈马斯要必须留在加沙。对于这一些的内容，川普否决了。他跟以色列不同意，那哈马斯呢也否决了川普他们给他提案，原因是因为以色列讲他们要解除武装，全部离开这里，他们也不同意，因为他们也有红线。所以呢，当川普上任之前选举的时候，告诉大家他一口气要解决2场战争的同时，现在你就看看他到底能够解决哪一场。我们先从乌克兰开始，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我觉得泽伦斯基跟川普在白宫会谈不欢而散哦。这个要重新累积能量，到他们2个可以见面，
相当不容易了，相当不容易啊！因为你要知道，泽伦斯基在离开白宫之后，直接飞到英国，是，然后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啊，然后接下来就所有民主党跟欧洲的媒体一面倒都来骂川普，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就是说，那你是要干嘛？你很厉害是不是？那你就看欧洲怎么帮你吧。这个就是你得罪黑社会老大啊，黑社会老大就说啊，另外你多厉害，那你自己去弄看看啊。所以他军援就停了啊。那基本上有一个报道说，乌克兰真的要弹尽援绝，大概要5月以后了。对，他大概还可以撑2个多2-3个月啊。那他运气好，是因为俄罗斯现在军队也在轮休。对，可是俄罗斯已经在准备，接下来就要打一个比较大的仗，是，到时候可能哈尔科夫、奥德萨会同时打。对啊，就融冰之后，我觉得这个坦白说，我讲大白话了，美俄夹杀乌克兰啊，你要这样跟我闹，那你自己去面对俄罗斯，然后俄罗斯也不是立即打，他就大概把一个大计划丢给你看，那就是说你的 deadline 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就看欧洲怎么帮你啊，就看欧洲多厉害，那欧洲各国，我认为那个不要把那个东西当作是欧洲的立场啊，我认为那个叫英法的立场。哦，我坦白讲，连德国都没有能力了。德国现在所谓的要增加国防预算，你德国有什么军队啊？你德国都是美军基地嘛。而且真的欧洲各国会愿意加入英法号召的那个东西吗？我不认为啦。没有，已经反。实际上，那个匈牙利的奥班还有斯洛伐克都出来讲话了。因为他们都是比较亲俄罗斯的嘛。是。那有一些国家是比较亲美的，比如说波兰。波兰明明就在前线呢，他也不支持，所以我认为英法那个东西叫做到最后自己就扛不下来嘛，因为法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啦，就是只有豪华经济舱的实力，那每次都幻想自己坐头等舱嘛。你去看这次的安理会的表决，我认为就看出英法的这个虎头蛇尾，是你们提案的。是要谴责俄罗斯侵略嘛？美国反对，是。那美国后来主导提了一个案，只有写那个乌克兰那个要赶快结束战争，结果英法竟然投弃权票，他连反对票都不敢投你说你这样，你还敢担纲说你要来帮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那没有美国在你后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大话了。说实话，这个北约没有美国就是空的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局乌克兰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想方设法，让他可以慢慢让川普消怒啊、消火啊，然后让这个跟乌克兰重建信任，这个矿产协议要重新要酝酿啊，不然真的是没有解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川普他很常就是在上任之后告诉大家说，谁昨天跟我讲电话啊，谁昨天写信给我啊，但是很少有人正面回应。不过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正面的打脸他说哪里有，我没有啊，很粗鲁我没有啊那这样川普会开心吗？有得谈吗？先进广告。泽伦斯基个性也很直啊。好，我们讲到俄乌战，现在要真的想停，有机会吗？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世界实在是蛮悲剧的。你看那一天在白宫的画面，一个是演员当总统，一个总统当演员，或者乱象，搞得一塌糊涂。好精准哦。这不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呢，在那一天里面的这回应这一段最精彩的就是白宫会谈里面，他就讲了 ，You no car。No car， 你没有牌了啦！对，你没有牌了啦！你们事实上真的没有牌，不只是乌克兰没有牌，欧洲也没有牌。还跟他说你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他就会为了你的人会再死多少，然后第3次你没有牌了，这个他没有讲错，虽然是很粗鲁，但是讲得很真实。乌克兰有什么牌？
欧洲有什么牌？欧洲到现在为止，我声言我看，我说你们是打嘴炮，叫你们打火炮，没有本钱嘛？打嘴炮大家都在打火炮，所以越来越像台湾的民进党啊。他讲的这一套，真的要干是没有。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一场为什么这个对美国啊，开始我对川普还在那边看，现在越看呢、真的越像总统变演这个呢，总统变脸呢，不只是总统，连他的阁员都如此。你有没有注意？他这次挑选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人士有一个特点，专业没有一个是专利出身的，对不对？第二个口才都很好，对，哦，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有没有？吹口传播啊，这都很有本事，极其忠诚，这绝对的，极其忠诚对不对？第三个一定是绝对忠诚，所以他不要专业嘛，那口才。第四个表演能力都很强，而且适当的机会都能抓住那个经典去表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发言者。对，把他很优秀哎，我好优秀，很优秀我没有贬低，对，他的本事真的是很行。可是这样构成的结果的一个美国，他很有能力来回应挑战的话语，但是他没有能力解决挑战的事情。就是说你来问我，我很容易就回应回去。你看那个白宫那个女官，那真的是回应的能力真的是一流啊。可是回应完了呢，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解决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解决，所以目前就是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乱局，那就是简单的讲，演员变总统，总统成演员，演给世界看。好，等等回来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岳老师总结。我稍微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要让大家了解欧洲人在干什么。我这个形象上比喻啊，现在川普嘴巴里啊，他一开始就是急急上桌拿了一块非常烫的豆腐放到嘴巴里，吐也不是，吞下去也不是，心急吃不了烫豆腐。他现在的话呢，就是卡在前后尾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欧洲的话呢，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因为那个泽连斯基跑到白宫去，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居然说要签，没有签的话呢，这是马克龙他之前他这个达成的一个协议，就叫这个泽连斯基去，然后呢，剩下的结果让马克龙在那边表演啊，就是说他不要签，因为我看他那时候对话的方式啊，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因为整个过程是有49分钟，前面20分钟。到25、6分钟的时候，其实川普还非常得意在讲说，就没想到会这么好，这么快你就回来签约了，后来就完全不签。所以我觉得欧洲人本身来讲，他们引发争议的时候，是那个范斯讲到 diplomacy， 就是用外交的时候，我觉得欧洲人跟川普在玩3手的策略的啊，在玩外交。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英法提出一个和平的协议，和平协议就是什么这种和平协议，法国跟英国提出来的时候，德国、意大利没有支持。然后匈牙利跟这个斯洛伐克反对，然后波兰的话呢也表现得非常冷淡，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国际间大家都在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美韩军演说竟然会误投8枚炸弹。好，这昨天传出来的，说 KF-16呢，怎么会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误投了8枚的 MK82常规炸弹，还导致了平民受伤，7个人受伤，甚至呢有多栋的民宅跟教堂受损，而且因为这一次误击的地点距离边界跟北韩之间的边界非常近，说大概只有6公里而已，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哎呦，是怎样开战了吗？开打了吗？但现在南韩军方澄清，这个都是意外啦。但北韩现在呢，确实大家很关心，他们是不是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毕竟现在被人家用这个卫星拍到了，好像是完成第1架的空中预警机哦。如果他们也能够自己完成一个空中预警机的话，那是表示他们的空军实力
力现在跟往日来说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呢，他们已经有人认为啦，就是在练兵，因为他们不是已经派人去帮助俄罗斯打俄乌战吗？所以啦，他们在基层这边，据说有人开始在学习操作无人机，而且呢，可能会第3次的征兵，而这一些其实就是某一种程度上面的实战演练，还有操作。在国情院这边呢，他们讲法是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莫斯科这边一定会给予他们相当的技术，还有相当的战术跟实验，回过头来可能就是拿来对付两韩战争了。原因是因为呢，在朝军，也就是北韩派去俄罗斯的当地的军队，有的人呢已经这个被俘虏变成战俘，结果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是讲说，其实在我们朝鲜黄海道这边有模拟首尔啊、釜山啊、济州地形的训练场，这一切都是在为备战做准备吗？对于美军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必须要好好的来做准备，原因是因为对于他要转向印太，印太仍旧是他们重要的战略来说，投放兵力、投射这件事情很重要，要1个小时之内可以达到全球。他们打算在太平洋偏远的一个环礁呢，建造2个着陆场，而这一些呢，就是要用大型火箭直接投送部队上战场，希望呢每一年可以进行多达10次的测试。而且最早可能今年就要开始，但是等到真的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火箭直接投送人力到战场上面，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还没人知道。只是现在呢，在印太这一边，你看得到的，目前是它的人力往后退，兵力往后退的部分，9000美军完全的调离了冲绳，而这里头呢，往哪里送？包括了往关岛送啊，然后包括往夏威夷送啊，预估影响大概是9000人左右。中方就认为啦，这一些呢，其实会变成了要对抗中国的内线部队，感觉就是对每一个区呢要分个来打击，包括东部战区啊，或者是南部战区等等等。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一切是对着中方而来。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当解放军，我们前一阵告诉你到西澳这一边，派了055来绕一下，有没有？现在呢，发现原来当时他在绕的时候，说美国的核潜舰明尼苏达号其实就在旁边看着，有一种老大哥在看着你，帮澳洲小弟撑腰的味道。可是呢，你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解放军把055那边开到了大堡礁这里，开到了这个所谓的澳洲。那某种层面来说啦，第2岛链嘛，哈，是不是其实也想告诉你，我去关岛的距离跟我去大堡礁的距离，去关岛好像还比较近一点点，所以是要告诉美国，不要以为我到不了，我现在的能力可能跟你以前想的、以前预知的已经不一样了。美中之间现在已经呛到战争奉陪的问题，主要呢还是因为中方认为，现在如果要打贸易战啊，甚至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是讲，不管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其他类型的战争，我们通通准备好战斗到底。美方怎么回应？美方的回应是讲说呢，不管啦，反正呢我们就是会为战争做好准备。林健再次的讲，冷战、热战你们都打不赢啦，做好准备，彼此之间在嘴巴上面的唇枪舌战是已经正式开打。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美韩军演？大家应该会认为很专业里面技术性很高，彼此之间一定会协作，都操作得很好，结果竟然误投炸弹，一次还8枚。美国连自己开飞机都会坠机了。所以我觉得军方的意外，这个倒没有什么啦。我也不认为北韩会有意在韩国制造状况，他要的事实上就是解除制裁，那他要的就是川普，我等你，我等很久了。威吓？没有，发送讯息。金正恩跟川普是有交情，有2面之缘啊。是。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期待。因为川普真的太忙了啦，人家上任43天，昨天去演讲，对不对啊？那就是哎呀，来等这个金正恩弟弟啊，你等一等啊，等我把俄乌忙完了，内部斗争忙完了，我就会跟你见面了啦，才有时间飞亚洲就对了。不啦，我认为川普一定会见金正恩 ，OK， 因为他喜欢，他见金正恩就是一个大秀嘛。他喜欢有国际媒体的关注啦，而且金正恩要的也不多
他要的就是解除经济制裁。那美国以前因为条件太硬嘛，要他核武全部，而且不可逆转，还要接受监督，那这个条件金正恩不能接受嘛。那川普已经当过一任了，他也知道这样谈是不会成功的嘛。所以是不是要各退一步？我认为是有空间的。你只要搞定俄罗斯，一定有空间。所以俄乌战争，这俄乌的和谈会联动到美国跟金正恩的见面啦。所以可是时间还没到啦。那金正恩可能有点急吧。大概是这样。可是这个会有关的，所以我认为他即使要表达对韩国的不满，他也不会反应过度了，不会了，应该不会了，因为大家都是有理智在算计的人啊。那至于这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事实上你不能用直线距离拉5800公里，不能这样拉了，还是要绕一下。事实上它是这样绕着走，绕一下下来。事实上总共到那边大概8500公里。那而且它还2次实弹试射之后还绕下面一点点，绕了一大圈。所以上面这个图比较正确了。我跟你讲，它的用意非常清楚，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它就是要让澳大利亚的老百姓都知道。我来啊！我真的是这样啊，他就说，我是自由航行啊，你会觉得不舒服啊，你到南海，你如果到印尼附近自由航行，大家没有意见嘛？你跑到菲律宾自由航行，跑到台海自由航行，你会不会捞太远啊？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个用意啦。那这个跟关岛怎么比啦？关岛早就去了。关岛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只有3500公里耶，那非常近的。我认为现在广义讲根本没有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啦，实际不存在。因为中国大陆可以贯穿这2个地方的可用的武器的工具越来越多是。那以前我们知道是飞弹，那后来是各种战斗机、轰炸机、潜艇，那现在是军舰所以以后搞不好还有无人机嘞，以后会有长程的无人机那这样这个岛链的意义何在所以我说台湾还在那边想着你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我看这种想法就免了吧，那个根本就到处都贯穿啊，巴士海峡也贯穿，上面宫古海峡也贯穿，你能怎样？人家搞不好就直接出现在你的东海岸所以我觉得如果包括你的那个第一岛链的军事价值在下降，现在台积电我们现在看到魏哲家董事长，台积电出走，慢慢的美国也变成一个先进晶片的制造中心，你台湾的半导体的价值也在下降所以台湾要自己想好自己的战略的价值那如果你没有太大的价值，那只能够自求多福了，因为人家没有保卫你的紧迫理由嘛你要不然就自求多福，那你要去惹战争，那赖清德你就负责吧，那更多人可能就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往来，能够做一些接触嘛，就这样。好，画面当中的右手边，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呢，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刚刚5点钟开始，赖清德总统邀请他到总统府里头一起来召开这个记者会，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很多人对于台积电美签这件事情，确实心里面会有不安的感觉，担心变美积电但是总统府告诉我们，它绝对不会是宏积电。不管怎么说，战略意义，刚刚的亮哥特别提到了岛链这个思考，好像在川普任内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甚至呢，他根本也不在意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川普来说，关税战贸易战很重要，中方直接呛他冷战热战我通通奉陪，好像真的是箭在弦上。请教盛峰老师，这个不只是岛链思考已经失去了，我觉得整个的全球战略格局都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今天包含南北韩这样的一个对峙，都是当年2战雅尔达密约划分政治势力所安排出来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前天地转的转变了。举个例子，当时在做雅尔达密约的时候，
俄罗斯一定没有想到那一个中华民国会那么快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呢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华民国有一天会赢过他，然后呢更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垮台，不，这个是完全没想到的一件事嘛。那更没有想到是华沙有一天会解散掉，然后呢中国大陆崛起，整个呢这个美国呢正在势力在衰退中，欧洲的势力也正在逐渐的衰退中，而一个他们看不起的南方国家一个一个在崛起，整个的世界格局在做很大的转变。那个时候的北韩，他想依赖的苏联，又想依赖的中国，那在这两个打架的时候，他可以有生存的空间。那现在呢，他也选择起来，他很大的压力，所以整个的世界格局在做一个很大改变的时候，我们假如不重新去思考啊，大家都会很辛苦。举个例子，今天已经传出一个消息，美国说我可以退出北约的，都已经传出来嘛。那各位想一想，马凯授给了一个建议，从非西方的角度给了一个整个的欧洲的战略建议，可能已经有意思了。那就是美国退出了北约，那欧洲就不行了吗？只要美国说我要在北约里面的 GDP 啊，经费要占3%、5%，那假如3%、5%的欧洲国家的经费啊，合起来不比美国低耶，那干嘛要美国来保护它呢？不，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样，所以离开北约的欧洲是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长大的。但是问题是吃奶嘴啊，已经吃习惯了。第二个，他必须重新考虑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要订立一个新的战略。第三个，欧洲必须跟中国合作，共同开发一个未来最有潜力的地区，叫做非洲。这些的思考已经是一个关心整个的国际发展格局的人在思维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台湾里面还在讲，我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位置，什么位置的？再来看，像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各位想一想，我们最重要的民进党常讲护国神山被搬走了，你不但没有任何的本事去来阻止他，或者在关口里面对台湾获得什么好处，反而赖清德把魏哲家找来开记者会，你家的东西被搬走了，然后再告诉他说没有了，没事了，没事了。这是什么画面呢？我堂哥他怕派给你的，我现在脑筋不会想请聪明的人告诉我，你家里的东西被搬走，被夺产了，然后呢，自己的总统要站出来，把那个被夺产、心不甘情不愿被夺产的人，然后一起找来开个记者会，告诉大家说，没啦，没代志啦，没有问题，对台湾这是很好的安排。你听得懂，我看不懂。川普还说没花1毛钱，是啊，特别强调，还认为拜登的晶片法案，这什么画面嘛？什么？所以整个的地球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是，俄乌战争不停不行，俄乌战争不停，真正会有帮助的国家叫中国，因为它没有减驻战争，而且它的不管是进来的，不管是出去的，对它都是有利的。可是这一个继续打下去，人类很重要的一个文明地的欧洲会变成什么东西啊？那么会不小心真的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了。所以在这个等等种种，我觉得假如真正爱台湾、关心台湾的人、关心两岸的人，必须勇敢的告诉我们的同胞说，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这一个亚尔达密约所划定的这个世界啊，已经正在快速的演变中，演变到这一些当时在这餐桌上在做割裂的人，现在都不晓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请教一下岳老师。我觉得这里面的消息伴随着魏哲家的出现整个性质都有改变了我必须要强调，这里面消息每个就不管是美韩军演乱丢炸弹还是说美国的核能潜艇跑到澳洲旁边监看还有什么美国1天内可以把所有人送到全球各地我跟你讲，这个消息真的胡扯八道一天
大家要了解，你知道全球多大？我刚刚算了一下哈，1马赫大概是1235公里的话，一天这个坐火箭要飞到7、8千人要坐他妈7、8马赫飞到全球各地，你知道吗？我们普通人呢、坐1马赫都快吐了，还什么7、8千人在里头，我这个觉得这个消息根本胡扯到极点的哈。但是我觉得哈，昨天那个事情啊，让我真的是非常生气的一点，我生气了2点了啊，那个就是说我必须坦白讲。TSMC 台积电跑到美国去投资啊，这为人家说谎了。什么先进制程已经在台湾了，现在是3家生产设备，2家封装设备，连包含 R&D 都跑去了。这个6家这边叫投资的话呢，是1650亿美金。这些我觉得，因为他们所有的股东、客户、科技，包含魏哲家本人，他们都极有可能跟美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台积电里面的高层美国人多，这个要跑去我没话讲啊。那你不要说谎嘛。你就讲说，客户的需求永远是最主要的因素嘛。客户需求是又便宜又好啊，你到了美国能便宜好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当场看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觉得川普不晓得是过动还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坏透了。人家问他这个台积电，我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啊，说台湾如果被大陆攻击的话呢，你要不要什么提出什么安全的保障啊？川普没听懂啊。他说：“台湾被攻击，那更好啊！那所有的晶片都在美国生产啊，是这样讲的。那我们这更好嘛？”我当时一听，我以为我英文有问题啊！这个什么呢？完全没有同理心啊，根本不知道。台积电的话呢，我觉得魏哲家他起码讲说，他是问对美国的冲击呢。对，这更好啊，对吧？这只有美国生产。他告诉美国人说，那魏哲家都不敢讲说 We are forced to be here， 他都不敢讲这句话。你不是 forced， 你不能讲什么？好了，这个我一听已经够火大了，对不对？那今天又讲说，记住啊，我们比拜登聪明啊，我们1毛没花，拜登搞那个2700亿的美元，我这个1毛钱没花。我今天早上一看这个消息哦，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非常难过。就是说，在台湾这边，我说句良心话，有个字很难听，叫白嫖啊！你现在台积电本身过去的时候啊，你一点话都不敢讲啊，那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啊。然后美国如果劳工便宜、劳工素质好，跟台湾的工作伦理是一样的话，那还搞到今天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要提出2点重要的结论啊。那第一点的话，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诚如我们委员讲的盛峰委员讲的这个话非常重要，就是世界格局，因为美国，因为川普这个人的这种完全他没有同理心，完全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我真的是觉得说是这个世界格局改变了，人家讲美韩的军演，难怪炸弹都丢错了，丢错1颗就好了，那多少颗啊？8颗炸弹都丢错了，你8颗炸弹，我都无法想象，而且丢的距离离北朝鲜就这么近，那这个什么道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大家要知道这个现实。然后第二点的话，因为提到马凯说的话了，我觉得一定要欧洲国家，我在欧洲待了这么久，也非常了解。欧洲国家一定要看就是要时局的变化啊。美国要退出北约，你就滚蛋吧，你就出去吧，你看看美国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嘛？因为美国现在内部已经大乱了欧洲跟美国也大乱了那全世界的话，针对美国也大乱。我今天早上看到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讲话，在川普上台之前，杜鲁道快下台了，大家都想，哇，这2次讲话，哇，加拿大人重拾信心又开始了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简直是乱到一塌糊涂。